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防止疤痕的出现和对抗已有的疤痕。毕竟我年纪轻轻的，今年39，已经做过3次腹部手术了啊，以及卡破的小伤口啊，脸上的痘疤呀、痘痕呢，我还要经常对抗10岁的儿子磕了碰了和5岁的女儿卡了磕了的各种紧急事件啊。我先问大家个问题啊，你会不会觉得受伤之后，如果让伤口透透气儿，会好得更快？你觉得年轻的时候受伤是不是比老了之后更不容易留疤痕？你可以先在弹幕上回答一波。OK， 开始。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是疤痕。那我们的皮肤呢，从里到外一共分为3层：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那表皮呢，就是皮肤的保护层，它的细胞再生能力非常的强。如果你只是表皮受伤，比如说轻微的擦伤啊、晒秃噜皮了，你不需要担心它会留下任何的伤疤。真皮层就不一样了，它里面因为比较复杂，最关键的就是它有一种细胞叫做成纤维细胞。哎，记住它。一旦你受的伤到了真皮层，那你就会让成纤维细胞启动这个紧急的修复模式，它会分泌大量的胶原蛋白来填充这个缺口。你可以理解为这种矫枉过正的修复，就和你原来皮肤的结构永远都不一样。修的特别急，施工队儿比较糙，所以它分泌出来的胶原蛋白呢，它是这种乱七八糟的，它的密度呢会比原来的更高，然后它弹性又更差。大概分为3种啊，你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的是哪种。第一种呢，就是胶原蛋白分泌不足，就是你的皮肤呢凹下去了一块，属于这种萎缩性的疤痕，就是痘坑啊，一个坑一个坑的。那第二种呢，是胶原蛋白分泌过量，分泌的太多了，导致你这个疤痕鼓起来了。我们经常说的，哎呀增生了，然后鼓鼓的一条像虫子一样爬在上面。你多大伤口，它上面就有多大条虫子。第3种呢，也是最极端的一种，它鼓出来像小疙瘩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仅是能够大量增生，它还向外扩张，它可能会越来越大，它一直在长。那它其实是一种免疫系统的过激反应，一般都是因为遗传啊，所谓的这个疤痕体质比较严重的了啊，疤痕体质了啊。OK，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如果你马上就要形成一个伤口了，如何最大化的防止疤痕的生成？擤个鼻涕。过敏的好严重。OK。新的伤口怎么处理？先说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普通的擦伤啊、摔伤啊、跌倒了、卡秃噜皮了啊。很多人处理伤口有2个极端，第一个就是贴一个普通的创可贴，第二个呢就是什么都不贴，让它透气儿，觉得这样好得快。我小的时候，我膝盖卡秃噜皮了，我爸妈就会让我晾着。说你等它结一层这个，你结上这个血痂啊，形成这个红红紫紫的这个嘎巴儿，他觉得这个东西可好，就是在保护伤口，只要有这么一层，好的可快了。我相信可能很多跟我一样的80后都经历过这个事情啊，但是这2件事都是错的。这也就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伤口晾着反而更容易留疤？因为伤口暴露在空气里面，它的水分会快速蒸发，会使表面结痂。那这层痂的本质就是凝固的组织和血液，它不是保护层。新生的皮肤细胞要从这层结痂下面一点一点的往外爬，它的速度非常慢，愈合时间非常长，然后你的表面更容易凹凸不平，留疤的风险也非常的高。那普通的创可贴其实问题也是一样的，它只是把它盖上了而已，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防晒的作用啊，把伤口里面的渗出液全部吸走的同时，也制造了这种干燥的环境，同样会加速结痂，然后你可能会导致这个创可贴它撕不下来，很尴尬这么一个局面。那正确的做法呢，叫湿性愈合。我们的伤口在湿润的环境下，它的愈合速度更快，表面更平整，留疤的概率也就是更低。那我们家里最常备的就是这种水胶体的创可贴 hydrocolloid， 你不一定要买哪个牌子的，很多牌子都有啊，很多药店的网上都能找到，你只要认准它是这个材质就行，贵的便宜的没有什么区别。那清洗伤口之后呢，就是你的伤口干净了之后呢，你越快贴上越好。它贴上去之后呢，会在你这个表面形成一个非常湿润的密封的环境，所以呢，你会看到它里面慢慢变白呀，甚至是鼓起来，就是它在这个吸收渗出液，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说明它在工作啊。你就会发现你的伤口其实永远都没有结痂，但是它恢复了之后呢，是完全平整。OK，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痘痘。痘痘留疤逻辑其实和擦伤非常像，但是它有一个变量，它有这么一个 variable， 就是炎症。因为痘痘本身就是皮肤深层的炎症反应嘛，这个炎症持续时间越长，它这个真皮受到的破坏就越深，所以你这个痘呢，它好的越慢，它就越容易留疤。一个是不要挤，一个是尽快消炎啊。你千万不要觉得为了它好的快，赶紧把它挤了，欲速则不达。你这么一挤，可能你就把炎症挤向更深的真皮层了啊。所以呢，我们痘痘一旦就是开始有脓头，上面有个小白头，立刻马上贴上痘痘贴。原理呢，它和这种水胶体创可贴是一样的，它就是这种水胶体材质。
它吸走里面的脓液，维持一个湿性的环境，同时让你可能物理的没有办法去抠它，没有办法去碰它。还是我觉得痘痘贴之间品牌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我自己呢，我也用过 CRV 的，然后我还用过好多牌子，这些牌子我基本上都用过，我觉得它们就大小有区别啊，使用感受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然后就是手术伤口了。那我因为就是我1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嘛，所以我现在正好就处在这个硅胶贴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我也是买了一大堆的硅胶贴，我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讲啊。其实现在啊，就是大部分的医生啊，你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就有好多专门的这个医生去讲。我记得 Dr. Dre 有一期专门讲这个的，就是现在大部分的手术医生都是在沿着皮肤自然的张力线去切了，因为我们皮肤本身就是有很多自然的走向嘛，沿着这些走向去切呢，那愈合之后呢，疤痕就会明显的更细，所以这一步是基本不需要你去操心的，医生已经在替你考虑过了。那其实拆线这个问题，大部分情况下你也不需要考虑了，大部分的手术都用这种可吸收线，也叫美容线，就是它没有拆线这么一个步骤，线会被自己的皮肤吸收走，医生呢会在伤口上贴一层手术胶，这个手术胶呢就是它是防水的，大概2周左右它就自然脱落了。那在这2周里面呢，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也不需要什么上药，不需要换药，因为它里面就是一个无菌仓。那在这段时间呢，它是一个非常湿润的密封的一个环境，很适合伤口的愈合，所以这个阶段你啥也不需要干。大概2周之后呢，手术胶也掉了，那个医生说 OK， 你的伤口也都长上了，这个时候你才开始用硅胶贴啊，记住一定是伤口好了之后，表面干燥了，摸上去不痛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渗出液了，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用硅胶贴。这个硅胶贴里面是没有任何成分的，就它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它的作用机制就是纯物理的，所以硅胶贴都是可以清洗后重复使用的，它就是一个物理贴而已啊。它的作用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形成一个封闭层，维持这个伤口局部的湿度，它可以产生一个很轻微的持续的压力。因为我们这个成纤维细胞它有一个特性，就它对周围的物理环境非常的敏感，它会误以为伤口已经修复完成了，这里没我啥事儿了，那我走，它就自然会减少过度分泌胶原蛋白啊。它的原理就是这么简单，你贴上它骗它就行了，它就不会过度分泌胶原蛋白，也就不会过度增生了。它也是物理层面的减少了张力嘛啊，就这也是为什么硅胶贴是目前啊所有的非处方的祛疤手段里面循证级别最高的啊，最高的没有之一。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你要持续骗它才行，你得骗够了才行，你至少要骗它2到3个月以上啊，然后一天要贴够12个小时，总之就是越久越好。你能贴着你就贴着，洗澡的时候你把它摘了之后洗完之后那个等干了之后你再把它贴回去，也不需要担心透气儿这个问题啊。很多人说哇，那我贴了不透气儿怎么办？这个硅胶它本身是一种半透膜材质，也就是说它水分是可以缓慢交换的，你长时间贴着是完全安全的啊，你根本不需要担心。OK， 那如果你贴晚了，如果你的疤痕已经开始增生了，效果它就会非常有限了，因为它最擅长的是预防。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马上要形成一个新的伤口，或者你刚刚形成一个新的伤口，一定要早一点用硅胶贴，越早越好啊。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因为正好我上个月刚做完手术，我用的你不需要跟我买一模一样的牌子，这些硅胶贴的本质本身差异不大，它的核心成分就是硅胶啊，它区别呢只在于薄厚，然后它的粘性、舒适度可能有一点点区别。那首先呢是这一款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也是亚马逊上卖的最好的，它价格非常的便宜，我感觉用的最多就是那个 C-section 剖腹产用的，因为它的这个大小感觉正好适用于剖腹产。那我呢就是我用它的话，我可能中间要剪一下啊。然后呢就是2款比较贵的了啊，真的就是比较贵的，其实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大必要啊。我记得我当时找到这2款也是问的那个 AI， 然后我翻遍了各种那个研究，就是这2个的研究是最多的，临床点名最多的这么2个啊。Gemini 告诉我，这个 CareCare 呢是我自己觉得用过最舒适的一款，非常的贵，就是这么大盒里面就一个，这个英国的这个百年医疗公司旗下的，用的是交联硅胶凝胶，可以让硅胶分子排列更均匀，就是对皮肤表面贴合度更高，然后封闭效果更稳定。它的厚度呢也是经过设计，就是它要足够厚才能产生有效的持续压力。所以呢，我觉得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粘性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就是你活动多了会容易翘边儿，但是呢它确实是舒适感最好的。我早期的时候，我贴每一个硅胶贴都很疼，就只有贴这个我不会觉得疼。但是呢，它的缺点也就是又厚嘛，又厚又容易
掉，所以如果你受伤的位置是很容易脱落的话，我就不建议买它了。还有一个是这个 Mapiform， 它是一个瑞典的品牌，它也是专门做伤口护理的。这个其实在美国还不是很好买，我不知道是说亚马逊卖太贵，还是它这个东西本身就贵，然后还经常的断货。这个是我用过里面的粘性最强的，贴上去非常服帖，它可以只粘皮肤表面，不粘伤口，所以你撕下来的时候呢，不会破坏新生的组织，比较适合你刚刚闭合不久的手术伤口，就是它那个伤口可能还特别嫩的时候来用。我觉得呢，也是因为它太粘了，撕的时候呢，舒适度不如刚才那个就英国那个牌子特别厚的那个牌子啊，因为它特别薄，就用过3、4次之后呢，就是它有一种形变的那种感觉。OK， 那如果你的这个伤口在比如说关节啊、手指啊，或者是其他经常活动的部位，那你可能贴这种东西很难固定。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可以换成硅胶棒，比如说这个 Prequel 的这个，它里面是60%的硅胶，然后你涂上去，它会形成一层薄膜。这个牌子我还是挺喜欢的，就里面加了一些什么那个积雪草啊，什么那个本身对这个疤痕友好的这种东西。总之就是你买这类的涂上去都是可以，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你选择一个你贴着舒服，然后你觉得价格你能接受，并且能够坚持用的就可以了。这里面最大的变量就是你要每天都用。那除了硅胶贴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同时一定要做的就是防晒，因为我们新生的这个疤痕组织呢，就里面的这个黑色素细胞，它会属于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新长成的这个特别嫩的这个皮肤，它这个黑色素异常活跃，这个时候它形成的这个黑色素，你又很难处理，它不仅形成了疤，它还黑了，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OK，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已有的疤痕怎么办啊？正好回答一下开始的其中一个问题。大部分人可能觉得年轻的时候啊，身强体壮的，这个身体好得更快，疤痕更少，其实是恰恰相反的，就是很多研究都发现，越老越不容易留疤痕。然后还有一个研究实验，就是有个换血实验，就是把年轻的血液输给这个比较老的这个年迈的这个老鼠，然后它们的疤痕居然又回来了。所以呢，年轻皮肤修复虽然速度更快，但是你的代价，是成纤维细胞更活跃，你的留疤概率更高。所以呢，小的时候你的这个痘坑啊，或者是呢小朋友摔一跤是更容易留疤痕的。很多人的疤就是你可能到现在身上有一些疤痕是你小的时候留下的，就比如说像我10几岁的阑尾炎手术，那我的疤痕呢就比我20多岁的时候我做那个卵巢囊肿的手术疤痕要严重的多。当然也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的，这个不得不说，但是呢确实是你越年轻你就越要重视你的疤痕。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旧疤怎么办啊？疤痕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它一直在参与你全身的新陈代谢，我们其实是能给这个变化一个推力的。第一个呢，就是你日常自己在家就可以做的，那就是硅胶贴。旧疤同样适用，只不过它效果呢要比新的这个新的伤口要慢很多，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淡化。然后呢，我们经常说的 A 醇呢、维 A 酸呢也可以加进来，因为它可以加速细胞更新嘛。或者如果你手里有一些大排灯的话，用它来照射你的疤痕，红光照射呢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包括你看网上有很多人在讲妊娠纹或者是陈年的旧的疤痕，在连续一段时间的红光照射之后呢，都有比较明显的逆转。其实如果你没有大排灯，你有那种红光面罩，就照脸的那种面罩，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你把这个面罩放到你有疤痕的地方去照也是一样的，效果是一样的。那之后呢，就是你要去找医生要做的，比如说微针、点阵激光，它这个原理也非常简单，就是它在你皮肤上制造一个可控的一个小损伤。它一受伤之后，它这个成纤维细胞又开始重新被激活了，它又开始重新分泌胶原蛋白了。那这一次呢，它更可控，它分泌出来的胶原蛋白呢，可能会比原来疤痕里面的排列更整齐。那微针是非常适合痘坑的，就是你随便去问一个皮肤科医生，你说我脸上有好多痘疤、痘坑怎么办，他都会建议你用微针。第三个呢，就是去打针了，他们会给你注射这种类固醇，可以直接让这种已经堆积的增生的组织慢慢淡化缩小。随着现在这个科技水平在进步了，对于疤痕的处理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强。包括之前我也询问过，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阑尾炎手术的那个真的很长的一道疤痕怎么办？然后当时有问过这种整形科医生，他就说，因为现在缝合技术更好嘛，他可能就是把你整个增生的那个地方给你切掉，然后他重新再缝。它就是现在重新再缝的这个技术会比20多年前好很多，然后你不是就有一个新的伤口了吗？你再去贴硅胶贴，它再复原就会比之前好很多。但是这个就涉及到了手术，我当时也没有去做，就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哈，也不至于那个地方位置平时也看不着，只是
不能穿比基尼而已，不会无所谓啊。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呢，可能就会越来越有新的东西出现，甚至再往以后，可能真的就是打一针，上面轻轻打一针就好了啊，这个是有可能的。OK 了，那我希望以上的这些关于疤痕的相关的这个小常识呢，能够回答你们大部分的问题。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也依然希望在这个视频里面鼓励大家一定要经常做体检啊，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健康，所有和预防相关的问题这个钱都不要省，这个时间也不要去省。那即使是你身上有一些其实陈年老疤，像我身上真的有一些10年20年前的疤痕，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你习惯了之后就还好。我们人玩人嘛，你身体有个这个疤那个疤的都是很正常的。当然我们会尽最大的可能去去掉这些疤痕，但是去不掉也没有什么关系，有个疤也挺酷的啊。那 OK 了，非常感谢你可以看到这里，那我们就下，拜拜。